我打工10年存下110万存款，然而去取钱时却被告知卡里只有352块。这句话像一道晴天霹雳，在我脑子里炸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一定是你们系统出了问题！我的大声咆哮立刻引来了大堂经理和几个保安的注意。江先生，您别激动，有话慢慢说。我怎么慢慢说？我100多万存款不见了，你让我慢慢说。争执之下，一个穿着职业套裙、看起来40多岁的女人走了过来，她胸前的名牌上写着“客户经理王芳”。江先生，我是这里的负责人，您到我办公室来，我亲自给您查。我被请进了经理办公室，只见王芳在电脑上操作起来。时间1分1秒过去，我的心也一点一点沉下去。终于，她停下了操作，抬头看着我，脸上的微笑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公事公办的冷漠。江先生，我们查到了。钱呢？她顿了一下，说出了一个我这辈子都无法理解的理由。根据记录，您的资金是在3个月前被我们银行一位叫李娟的员工分批次转走的。李娟，我脑子里根本没这个人的印象。然后呢？钱能追回来吗？王经理摇了摇头，表情甚至有些不耐烦。这位员工在1个月前已经离职了，我们目前也联系不上他。我当场就怒了。你的意思是，你们银行的钱被你们自己的员工偷了，现在人找不到了，就让我自己承担损失？王经理看着我，那副事不关己的嘴脸，彻底点燃了我心里头。江先生，这是前员工的个人犯罪行为，我们银行也是受害者，我们建议您报警处理。好一个受害者，好一个建议我报警，好一个受害者，好一个建议我报警。我看着他，气得浑身发抖。我掏出手机，当着他的面直接拨通了属鼠的电话。很快，2名属鼠同志就来到了办公室。王经理立刻换上了一副热情又委屈的表情，迎了上去。属鼠同志，你们可来了，快请坐。他姿态放得极低，仿佛他才是那个焦急的报案人。我冷冷地看着他表演。怎么回事？你们谁报的警？我……你说一下情况。我深吸一口气，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我说完，属鼠同志忍不住嘶了一声，显然也被这个数额惊到了，他的眉头也皱了起来。是这样吗？王经理立刻点头，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痛心和无奈。是的，属鼠同志，我们刚查清这件事是我们一位叫李娟的前员工做的，他利用职务之便盗取了江先生的存款，这是转账流水，收款账户我们也查了，都不是他本人的，应该是洗钱账户。这个李娟1个月前就离职了，我们也是刚刚才发现这件事，我们银行也是受害者啊，名誉和资金都面临风险。他3言2语就把银行从责任方变成了和我一样的受害者。属鼠同志翻看着那些流水单，脸色越来越凝重。办公室里一片沉默，我死死地盯着王经理，他感受到了我的目光，却选择了无视，只是专注地看着属鼠。许久，属鼠同志抬头看着我，他的眼神里带着同情，但说出的话却像一盆冰水从我的头顶浇了下来，先生，这件事我们了解了，数额巨大，我们会立案侦查，追捕犯罪嫌疑人。然后他话锋一转，但是你和银行之间的存款纠纷属于经济纠纷的范畴，我们治安所的建议是，您最好还是通过法律途径向银行提起诉讼来解决。经济纠纷，提起诉讼，这8个字像8记重锤砸在我的胸口。我报警是为了寻求正义，寻求帮助的，可结果得到的却是冰冷的程序和建议。江先生，您看，属鼠同志也是这个意思，不是我们不负责，事情总要按规矩来办，我们银行会全力配合调查的，您放心。至于您的损失，等我们抓到李娟，让她赔偿给您就是了。抓到李娟，一个处心积虑分批次转移100多万的银行内鬼，会那么容易被抓到吗？就算抓到了，钱还能追回来吗？这套说辞连3岁小孩都骗不过。我感觉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瞬间传遍全身。我以为银行是铜墙铁壁，我以为属鼠是正义的化身，可现在铜墙铁壁上被自己人凿了个洞，正义的化身却让我去走那漫长又耗钱的法律途径。就在属鼠准备收队离开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尖锐的铃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刺耳。是我的老婆温月，我的手心全是冷汗，我该怎么跟她说？我迟疑着按下了接听键。老公，刚才爸打电话来催了，说红砖和水泥还需要30万，你快给他转过去，爸妈都等着急了。温月的声音像一把锥子刺进我的心脏，温月的声音像一把锥子刺进我的心脏。我张了张嘴，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喂，老公，你在听吗？怎么不说话？在银行系统有点问题，说下午才能恢复，我晚点再给他们转过去。这样啊，那你弄好了跟他们说一声，我先去买菜了，晚上给你做红烧肉。好。挂断电话，我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属鼠同志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带着人离开。现在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王经理，没有了属鼠在场，他脸上的伪装也彻底卸了下来。他用一种轻蔑的眼神看着我。江先生，你看，事情还是要按规矩来，胡搅蛮缠是没有用的。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轻蔑。你要是愿意等，我们可以慢慢查；你要是不愿意等，
那就去法院告我们好了。不过我提醒你，打官司讲的是证据，你有证据证明是我们银行的责任吗？转账记录可是清清楚楚的。他的话每一个字都像针，我终于明白，从一开始他就没打算解决问题，他只是在拖延，在消耗我的耐心和精力。他笃定我一个普通的打工人，没钱没时间跟家大业大的银行打官司。他笃定我最后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一股巨大的无力感和愤怒，像是两只巨手，死死地扼住了我的心脏。我没有再多说一句话，愤怒到极致，反而是平静。愤怒到极致，反而是平静。我只是用一种很深、很冷的眼神看了王经理一眼，然后走出了这间让我感到窒息的办公室，走出银行大门。午后的阳光刺眼，照得我有些眩晕。我的世界在刚才那1个小时里崩塌了。爸妈盖房子的30万，我和温月未来的生活，全都压在那消失的110万里。我该怎么办？我站在人行道上，像一个迷路的孩子，茫然四顾。就在这时，我的目光被对面几个大字给吸引了：远大律师事务所。那金色的字体像一道光，刺破了我眼前的绝望。我没有丝毫犹豫，朝着那栋大楼走去。先生，请问您有预约吗？我没有预约，我想咨询一下关于银行存款的案子。女孩的眼神里闪过了然。这类案子他们大概见得多了，大多都是些扯皮不清，最后不了了之的麻烦事。请问您涉及的金额大概是多少？这句看似专业的询问，更像是一种筛选。我深吸一口气，报出了那个让我心脏抽痛的数字：110万。前台女孩脸上的职业微笑第一次出现了真实的波动，她眼中的那轻视和疏离瞬间被惊讶所取代。她拿起内线电话，低声说了几句。挂断电话后，她对我的态度明显郑重了许多。先生，您这边请，林律师现在有时间见您。我被带进了一间同样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面坐着一个身穿女士西装的女人。林律师，你好。江先生，请坐。江先生，请坐。前台说你有一笔110万的存款在银行不翼而飞了。是的。把你知道的一切从头到尾原本的告诉我，不要有任何遗漏，也不要带任何主观情绪，我只需要事实。他的专业和冷静有一种让人信服的力量。我定了定神，将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一五一十的全部说了出来。林若清一直静静的听着，没有打断我。他只是在我说话的时候，偶尔在面前的笔记本上记下几个关键词。等我说完，办公室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我紧张地看着他，等待着他的判决。他会不会也觉得我这是在痴人说梦，以卵击石？终于，他抬起头，目光直视着我。江先生，从法律层面分析，你的案子有几个关键点。第一，你和银行之间是储蓄合同关系，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有义务保障你存款的安全。现在你的钱在银行丢了，无论是不是内部员工所为，银行都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第二，银行经理王芳声称这是前员工的个人犯罪行为，试图将银行的机构责任转化为员工的个人责任，这是典型的偷换概念，也是他们最常用的脱罪伎俩。第三，叔叔将其定性为经济纠纷，建议你起诉，这本身没有错，但这并不意味着银行就没有责任。立案侦查追捕罪犯和你起诉银行追回损失是2条并行的线，并不冲突。他的分析条理清晰，一针见血，每一个字都说到了我的心坎里。我感觉眼前那团浓重的迷雾被他这几句话撕开了一道口子。那林律师，这个官司能打吗？林若清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林若清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能打。他给了我肯定的答复，但他接下来的话又给我泼了一盆冷水。但是很难打。银行拥有最顶尖的法务团队，有耗不尽的资源。这种官司，他们的核心策略就是一个字：拖。他们会利用各种程序拉长诉讼周期，1年、2年，甚至更久，直到把你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全部耗尽，逼你主动放弃或者接受一个不公平的和解。而且，诉讼是需要成本的。他看着我，说出了最现实的问题：我们的律师费前期就要5万，后续根据案件的进展，还会有其他费用产生。5万，这个数字像一座山压在了我的胸口。我全部的家当，那110万已经被吞得一干二净。现在的我连500块都拿不出来。我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瞬间被这残酷的现实浇得摇摇欲坠。林若清看出了我的窘迫，眼神里第一次有波动，那不是同情，而是一种审视。他似乎在评估我到底有多大的决心。江先生，我知道这笔钱对你来说很困难，所以我给你一个选择，你可以回去，就当我今天的话没说，我们律所不收你1分钱的咨询费，或者你签下这份委托协议，3天之内把5万块钱打到我们律所的账户上，我们远大律所将正式成为你的代理人，向银行宣。他将一份文件推到了我的面前，那份薄薄的协议，此刻却重如千钧。签还是不签？这是一个决定我下半生命运的选择。我看着林若清那双冷静到近乎冷酷的眼睛，我脑海里闪过父母在老家期盼的眼神，
闪过妻子温月温柔的笑脸，闪过我们10年里在无数个日夜里留下的血汗。那些钱不是一串冰冷的数字，那是我们的命。我的手颤抖着伸向了那支笔，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那栋光鲜亮丽的写字楼的。我的手里紧紧攥着那份签了字的委托协议。3天，我只有3天时间去凑齐5万块钱的律师费。这5万块是我打响这场战争的第一颗子弹，可我的弹药库早已经空了。我沿着马路漫无目的的走着，手机在口袋里震动了一下，是温月发来的消息。老公，菜买好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啊？看着这条消息，我的心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揪住。我该怎么对他说？怎么告诉他我们奋斗了10年的家底已经化为乌有？怎么告诉他我还做主签下了一份需要5万块钱的卖身契？我的脚步从未如此沉重。推开家门的时候，饭菜的香气扑鼻而来，桌上已经摆好了2菜1汤，其中就有我最爱吃的红烧肉。回来啦，快去洗手，马上就能吃饭了。他回头冲我一笑，笑容和往常一样温暖，可我却觉得那笑容无比刺眼。我站在那里，动作都变得僵硬了起来。怎么了？站那儿不动，是不是累坏了？今天工地上活很重吗？我的身体却猛地一僵，我不敢让他碰我，我怕我身上那股从银行和律师事务所里带出来的寒气会冻着他。温月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他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了。江河，出什么事了？他的声音里带着紧张。我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那是一双我看了10年的眼睛，清澈明亮，充满了对我的信任。我张了张嘴，之前在路上准备好的100种说辞，此刻却一个字都说不出口。最终我只能用最笨拙也最残忍的方式撕开这血淋淋的真相。温月，我们的钱没了。我的声音沙哑的不像自己的。温月脸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什么没了？你说清楚点。我们卡里的110万全没了，只剩下300多块。我把今天在银行发生的一切全都告诉了他，从柜员震惊的表情到王经理冷漠的嘴脸，从鼠鼠的和稀泥，再到我最后去了律师事务所。我甚至把那份委托协议都摊在了他的面前，每说一句，温月脸上的表情就多一分崩塌。等到我说完，他已经摇摇欲坠，他的嘴唇哆嗦着，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110万都没了。是你还去找了律师，还要5万块。是江河，他突然一把将协议撕得粉碎。你疯了！你疯了！你是不是疯了？我们的钱都没了，你拿什么去给律师费？拿什么去打官司？他的泪水不停地掉落，像是在绝望地发泄。那是我们10年的钱啊，江河，10年，我跟着你，从一个小姑娘熬成了黄脸婆。我10年没买过一件超过300块的衣服，我爸妈生病我都不敢多给钱，我们就指着这笔钱给你爸妈盖了房子，剩下的钱我们自己买的小房子，生个孩子，现在全没了，全都没了。他哭喊着，最后瘫软在地上，泣不成声。我看着他，心如刀割，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在我心里来回的抖。我蹲下身，想要抱住他，他却一把推开了我。你别碰我！他通红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和失望。江河，我们斗不过他们的。他的声音带着哭腔，充满了无力感。他们是银行，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2个在工地上搬砖的，拿什么跟人家斗？我们认栽好不好？钱没了就没了，我们再挣，我们还年轻，你不要去告他们，我们告不赢的。我知道他不是懦弱，他是怕了。他怕我们不仅拿不回钱，还要背上一屁股债。他怕我们连现在这安稳的日子都过不下去。我抓住他的手，紧紧盯着他的眼睛。温月，钱不是没了，是被人偷了。如果我们不反抗，我们就真的什么都没了。不仅是钱，还有我们这10年的尊严。那5万块钱，我想办法去凑，就算去借去卖血，我也会凑齐。这个官司我一定要打。我要让那个王经理知道，我们不是可以随便欺负的蚂蚱。我要让银行知道，吞了我们的钱就要付出代价。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异常坚定。温月愣愣地看着我，看着我眼睛里的血丝，看着我从未有过的决绝。他不哭了，只是眼泪还在无声地往下流。许久，他颤抖着伸出另一只手，附在了我的手背上。江河，我们真的能赢吗？我用力地点了点头。我不知道这是在安慰他，还是在说服我自己。我只知道，从我走出银行大门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没有退路了。我们夫妻俩沉默着，在冰冷的地板上坐了一夜。那一桌为庆祝生活而准备的饭菜，从温热到冰冷，就像我们的人生。我们就这样沉默到了天亮。凌晨5点，温月突然走进卧室，他拿出了他的嫁妆盒子。这里是32000块，是我这些年偷偷攒下的私房钱，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的，这些都给你。我知道不够，剩下的我们再想办法。我看着他，眼眶瞬间就红了。我知道，从这一刻起，这场仗不再是我一个人的了。剩下的钱，我们不打算找亲戚朋友借。这种事一旦开口，只会让所有人都为我们担心。温月拿出了他结婚时买的金手镯和金项链，那几乎是他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拿去淡了吧。他很平静。等我们把钱拿回来了，我给你买个更大的。我不要更大的，我只要我们原来的生活。
我们去了最近的一家金店，换来了19000块钱，不多不少，刚好凑齐了5万。我没有任何犹豫，立刻把钱打进了远大律师事务所的对公账户。然后我给林若清打了个电话，林律师，钱已经转过去了。收到，半小时后到我办公室来。我和温月一起去了律所。江先生，江太太，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第一步，我们要去派出所拿到你们的报案回执，这是案件进入司法程序最基本的证明。第二步，我们要去银行，但不是去吵架，而是去取证。他递给我一份文件，这是我以律所名义起草的调取证据通知函，你们需要亲自交给银行行长王芳，并让他签收。函件里要求银行提供你账户从开户至今的所有流水，涉及那110万被转走时的所有交易凭证，以及银行柜台和操作间的监控录像。他会给吗？温月担心地问。他可以不给，但他必须签收。只要他签收了，就代表银行已经收到了我们正式的法律文书。他不提供证据，在法庭上就是对我们最有利的证据。记住，从现在开始，你们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可能成为呈堂证供。所以一切行动听我指挥，全程用手机录音。我和温月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力量。有一个专业的律师指导，感觉就像在黑暗中航行时看到了灯塔。我们先去了治安所，还是昨天那2位叔叔，他们看到我们有些意外。当我说明来意，要求开具报案回执时，他皱了皱眉。这个案子我们已经立案了，正在侦查，你们拿这个干什么？叔叔同志，我们请了律师，准备起诉银行。律师说这是必须的材料。叔叔的脸色沉了一下，眼神里有些复杂。最后，叔叔同志还是不情不愿地给我们开具了报案回执，一张薄薄的纸，盖着鲜红的公章。这是我们拿到的第一份武器。紧接着，我们去了那家银行。大堂经理一看到我，脸色立刻变了，下意识的就想叫保安。我没有理他，径直走向王芳的办公室。我没有敲门，直接推门而入。王芳正悠闲地坐在他的老板椅上喝着咖啡，看到我们闯进来，他先是一愣，随即脸上露出了厌恶和不耐烦的表情。江先生，你要来干什么？我不是跟你说的很清楚了吗？要钱就去报警，或者去法院告我们。他的话和昨天一模一样，充满了高高在上的傲慢。我没有说话，只是走上前，将林若清起草的那份调取证据通知函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同时我按下了口袋里手机的录音键。王经理，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这是我的代理律师，远大律师事务所的林若清律师，让我转交给你的通知函，请你签收一下。我的语气很平静，王芳脸上的不耐烦瞬间凝固了。他拿起那份文件，当他看到远大律师事务所那几个字时，瞳孔明显收缩了一下。显然，他听说过这家律所的名头。他的脸色第一次变得难看起来。他大概怎么也想不到，一个他眼中的工地搬砖工，竟然在1天之内就请到了全市最著名的律所。办公室里的气氛瞬间逆转，现在轮到他坐立不安了。我不签，我需要先咨询我们总行的法务部。这是一个标准的用来拖延时间的官方说辞。我心里冷笑一声，林若清早就预判了他所有可能的反应。王经理，我再说一遍，我不是来征求你同意的，我是来通知你的。这份函件，你签或者不签，他都已经送达到了。签代表的是你作为支行负责人，履行了接收法律文书的基本程序；不签，我的律师会在起诉状上记下这浓重的一笔。被告银行负责人恶意拒绝接收证据调取通知函，你觉得法官看到这一条会怎么想？我的每一句话都像一颗钉子，狠狠地钉进王芳的心理防线。温月站在我身旁，紧紧地挽着我的胳膊，他的手心在出汗，但他的眼神却无比坚定。我们在来之前把林若清教的话在心里排练了无数遍。王芳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愤怒、震惊，还有无法掩饰的恐惧在他脸上交替出现。他死死地盯着我，时间1分1秒的过去，办公室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最后，他像是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龙飞凤舞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签完字，他把那份回执联猛地推到我面前，力道之大，让纸张都搓出了褶皱。可以了吗，江先生？现在，请你们离开我的办公室。我拿起那份签了字的薄薄纸片。谢谢王经理的配合，希望你准备的证据能像你的态度一样强硬。说完，我拉着温月转身走出了办公室。走出银行大门的那一刻，我和温月都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仿佛打了一场恶仗，浑身都湿透了，但我们的心里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力量。老公，我们好像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是啊，从今天起，该轮到他们睡不着觉了。我们马不停蹄地赶回了远大律师事务所。林若清正在办公室里等着我们，看到我们进来，她没有多余的寒暄，目光直接落在我手里的签收回执上。拿到了。林若清先是仔细检查了回执上的签名和印章，确认无误后点了点头，然后开始听那段长达10几分钟的录音。我和温月坐在对面，紧张地看着他。林若清的表情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变化，他就像一个最高明的外科医生，冷静地解剖着录音里的每一个细节。王芳的每一句威胁，每一次停顿，每一下不平稳的呼吸。听完录音，脸上终于露出了不易察觉的微笑。很好，比我预想的还要好。林律师，他一开始不肯签，这对我们是不是很不利？不，江太太，
恰恰相反，他的犹豫、他的愤怒、他的不情愿，以及他最后被迫签收的全过程，都在这段录音里留下了清晰的痕迹。这盘录音现在还只是一盘普通的录音，可一旦到了法庭上，经过专业的司法鉴定，它就会成为一份极具说服力的证据。它向法官证明了，银行方面从一开始就对我们的合法取证要求抱持着一种抗拒和拖延的态度。你觉得一个清白无辜的人会是这种反应吗？林若清的话让我们茅塞顿开，原来我们以为的惊险和波折，在专业律师的眼里，竟然都变成了有力的棋子。这场官司从我们踏进银行大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是一盘精密的棋局，而我们在林若清的指挥下，落下了至关重要的第一子。那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接下来就是等待。根据法律规定，银行在收到通知函的15个工作日内必须给我们答复。他们有3种可能：第一，最好的可能，他们自知理亏，乖乖提供我们需要的全部证据，但以我对银行的了解，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第二，最常见的可能，他们会提供一部分无关痛痒的证据，比如你的账户流水，但对于最核心的监控录像和转账凭证，他们会以各种理由，比如设备损坏、超过保存期限等等，拒绝提供。第三，最坏的可能，他们干脆不予理会，拖过15天，什么都不给。我皱起眉头，那无论是第2种还是第3种，我们不都拿不到证据吗？没错。林若清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所以我们不等他们。他拿出另一份已经打印好的文件，文件最上面是几个醒目的大字：民事起诉状。在我等你们消息的时候，我已经把起诉状写好了。明天一早，我就会派我的助理拿着这份起诉状以及你们提供的所有材料，包括那张报案回执，去法院正式立案。一旦法院受理立案，我们就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令。到时候就不是我们律师去问他们要证据了，而是由法院的执行法官强制他们提供证据。如果他们再敢不配合，那么等待他们的就是法律的制裁。我和温月都听得心潮澎湃，原来法律的武器可以这样环环相扣，步步为营。至于你们在等待开庭的这段时间里，你们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什么任务？找到那个叫李娟的女人。警方立案侦查有他们的一套程序，过程可能会很漫长，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警方身上。李娟是这个案子的核心，她为什么要偷你的钱？她把钱赚去了哪里？她背后还有没有其他人？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她知道。找到她，我们的胜算就能从7成提高到10成。可是我们去哪里找他？我感到一阵茫然。偌大的城市，找一个存心躲起来的人，无异于大海捞针。这是他的基本信息，上面有李娟的身份证号、离职前登记的住址和电话。电话已经打不通了，住址我也派人去看过，早就人去楼空。但是人只要活着，就一定会留下痕迹。他的亲戚、他的朋友、他的同学、他以前的同事，这些社会关系就是我们找到他的线索。江先生，我知道这很难。但这关系到你们自己的110万。法院的审判讲的是证据链，而李娟就是能将所有证据串联起来最关键的那一环。我接过那张写着李娟信息的纸，紧紧地攥在手里。我看着温月，她也看着我，我们都明白，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刚刚开始。傍晚，我们回到那个称之为家的小小出租屋，屋里一片狼藉，昨天被温月撕碎的委托协议还散落在地板上，像一场未曾打扫的雪。桌上那盘已经凉透了的红烧肉，蒙上了一层凝固的油。我们曾经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就像这盘菜一样，变得冰冷而僵硬。我瘫坐在沙发上，感觉浑身的骨头都像是散了架。这一天经历的大起大落，耗尽了我所有的心力。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父亲打来的。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手心瞬间冒出了冷汗。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我深吸一口气，按下了接听键。喂，爸。江河啊，父亲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焦急。你昨天说银行系统有问题，今天好了没有啊？钱转过来了吗？包工头今天又来催了，说再买不来水泥和红砖，工人明天就要停工了。咱们家那房子刚起了个架子，可不能就这么停了，村里人天天看着呢。父亲一连串的话像鞭子一样抽在我的心上。我能想象到电话那头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写满了焦虑。我张了张嘴，却发现喉咙干得说不出话来。谎言昨天已经说过一次，今天该用什么新的谎言去掩盖？旁边的温月紧张地看着我。爸，银行那边查出来了，我的账户出了点问题，暂时被冻结了，钱转不出来。什么？冻结了？父亲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8度。怎么会冻结呢？你是不是在外面犯什么事了？没有，是银行内部的问题，他们说要查清楚，可能需要几天时间。几天是几天啊？人家工头可等不了我们几天。父亲的语气里已经带上了责备。江河，你到底怎么回事？盖房子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一点都不上心？我跟你妈在家里天天盼着，你就给我来这么一出。爸，我被他说的哑口无言，心里又急又愧。行了啦，
我不管你银行有什么问题，我给你3天时间，3天之内，你要是再不把钱打回来，我就亲自去城里找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哪个工地搬砖。说完，他就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听着手机里传来的忙音，我整个人都僵住了。巨大的压力像一座山轰然压下，一边是与银行之间注定漫长而艰辛的官司，另一边是家里父母的催逼和误解，而我们手里连明天吃饭的钱都快没了。一股巨大的无力感瞬间将我吞噬，我将头深深的埋进臂弯里，肩膀不受控制的颤抖起来。我不是一个爱哭的人，在工地上被钢筋砸到脚流血了，我也没掉过一滴眼泪，可现在我却感觉自己的眼眶滚烫。温月，他什么也没说，只默默地坐在我身边。温月，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爸妈。温月摇了摇头，不关你的事。江河，林律师说的对，我们不能只等着，官司要打，但眼前这个坎，我们也要自己想办法迈过去。我们不能让爸妈在老家，因为我们被人戳脊梁骨。30万，我们得想办法先凑出来。我苦笑了一下，操，我们现在身上加起来还有300块吗？我们去借。温月说出这3个字，眼神里闪过决绝。我知道，以他的性子，说出借钱这2个字需要多大的勇气。找谁借？我们的亲戚朋友有谁能一下子拿出30万？我有一个人选，我姐温情。这个名字像一块石头砸进了我早已混乱不堪的心湖里。温情，温月的亲姐姐，也是我名义上的大姨子，但在我心里，她更像是一个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人。当年温月不顾家里反对，执意要嫁给我这个一穷二白的穷小子。温情是家里反对的最激烈的一个，她当着所有亲戚的面，指着我的鼻子说：“温月，你今天要是跟他走了，以后就别再认我这个姐姐。我温情的妹妹不能嫁给一个连未来都看不到的窝囊废。”后来她嫁得很好，嫁给了一个开公司的有钱人，住进了城里的大别墅，开上了100万的豪车。而我和温月则在城市的角落里，为了生存苦苦挣扎。不行，我几乎是下意识的就拒绝了。我们不能去找他，那是去自取其辱。温月惨然一笑，眼泪又流了下来。江河，我们现在还有尊严可言吗？我们的尊严在那110万消失的时候就被人踩在脚底下了。王经理那些人在我们面前不都是高高在上的吗？我们就像2只蚂蚁，谁都可以来踩一脚。可是爸妈那边怎么办？3天时间，我们去哪里弄30万？难道真的要眼睁睁看着爸妈在村里抬不起头，看着我们辛辛苦苦盖了一半的房子变成一个笑话吗？他的话像一把尖刀扎进我的胸膛。是啊，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没有了，我们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上，退无可退。不管是刀山还是火海，我们都只能硬着头皮往下跳。我看着温月那张苍白而憔悴的脸，看着他眼中最后希冀的光，我慢慢的、沉重的点了点头。好，我们去找他。这个决定仿佛抽干了我身上最后力气。第二天，我们坐了1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才来到温情家的别墅去。温情正坐在昂贵的真皮沙发上，优雅的喝着下午茶，而坐着一旁的就是我的姐夫赵凯。他正用一种审视货物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我们，那眼神充满了居高临下的傲慢。哟，稀客啊，这不是我那在工地上搬砖的妹夫吗？今天怎么有空带着我老婆的穷妹妹到我这儿来了？是不是工地上没活干了，想来我这儿讨口饭吃？赵凯的话像一根根针，狠狠地扎进我的耳朵里。我的拳头在身侧瞬间攥紧，温月的身体也明显的僵硬了一下。他咬着嘴唇，脸色变得更加苍白。沙发上的温情皱了皱眉，站了起来。阿凯，你别这么说。他看了我们一眼，眼神有些复杂，有疏离，有尴尬，也有不易察觉的怜悯。小月江河，你们坐吧。我和温月没有坐，我们就像2个犯了错的小学生，局促地站在那奢华的客厅中央。姐，我们今天来是想找你帮个忙的。温情叹了口气，似乎早已料到我们的来意。说吧，什么事？我们想跟你借点钱。温月几乎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说出这几个字，说完他的头就深深地低了下去，不敢再看任何人。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坐在沙发上的赵凯发出一声夸张的嗤笑。借钱？我没听错吧？你们2个跑到我家里来跟我借钱？他站起身，慢悠悠地走到我们面前，用一种极具压迫感的姿态俯视着我。江河，我问你，你们凭什么？凭你是我老婆的妹夫，这个身份在我赵凯这里一文不值，还是凭你这10年让我老婆的妹妹跟着你住出租屋，吃苦受累？他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在我身上来回的刮。我早就说过，你就是个废物，给不了温月幸福。现在看来，我说的没错，一个男人混到要靠老婆的娘家来借钱度日，你不觉得丢人吗？我死死地咬着牙，腮帮子的肌肉因为用力而紧绷着。我能感觉到我胸中的怒火已经快要爆炸了，但我不能发作。为了温月，为了家里那栋盖了一半的房子，我只能忍。姐夫，我们遇到了点难处，等我们周转过来了，这笔钱我们一定连本带利的还给你。黄，你拿什么还？拿你在工地上搬砖的力气吗？你搬一辈子砖能挣到几个钱？说吧，要借多少？ 30万。30万？你们还真敢开口啊！老婆，
你这个妹妹和妹夫可真是长本事了。温情的脸上露出不忍。阿凯，算了，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哼，我可没这种穷亲戚。他脸上的笑容变得阴冷而玩味。行啊，看在我老婆的面子上，这30万我可以借给你们。我和温月猛地抬起头，眼中闪过难以置信的希望。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江河，你跪下，给我磕3个头，一边磕一边说：“姐夫，我是个废物，我求你可怜可怜我。只要你做了，这30万，我马上让人转给你们。”他的话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扇在了我的脸上。我的大脑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我身边的温月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赵凯，你不要太过分！过分！赵凯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的残忍。我这是在教他做人的道理，没本事就要有没本事的觉悟。江河，我只给你10秒钟时间考虑。10、9、8。他冰冷的声音在空旷的客厅里回荡，每一个数字都像一把重锤砸在我的尊严上。我看着他那张扭曲而得意的脸，我看着旁边温情那敢怒不敢言的表情，我看着温月那充满泪水和屈辱的眼睛。我攥紧的拳头缓缓地松开了，然后我拉起温月的手。我们走。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的让我自己都感到害怕。赵凯的倒数停在了3，他有些意外地看着我。想好了，这可是30万，为了你那点可笑的自尊，连你爹妈的房子都不要了。我没有再理他，我只是拉着温月，头也不回地朝着大门走去。在我身后传来了赵凯气急败坏的咆哮：“江河，你给我记住，今天你从这个门走出去，以后就算是饿死，也别想再从我这里拿走1分钱。你和你老婆就等着一辈子当穷鬼吧。”我没有回头，我只是把温月的手握得更紧了。我们默默地走在回去的路上，谁都没有说话。公交车上，温月一直靠在我的肩膀上，无声地流着泪，泪水浸湿了我的 T 恤，冰凉冰凉的。我知道这一次伤得最深的人是她，一边是血脉相连的亲姐姐，一边是和她相濡以沫的丈夫。她被夹在中间，承受了所有的难堪和屈辱。对不起，温月，是我没用，是我让你跟着我受委屈了。温月摇了摇头，不怪你，是我对不起你，我不该带你去的，我们不该去求他们的。回到出租屋时，我们就像2只斗败的公鸡，浑身都写满了疲惫和沮丧。借钱这条路被彻底堵死了，而父亲给的3天期限已经过去了1天半，巨大的压力像乌云一样笼罩在我们头顶。我们沉默地坐了很久。老公，我们不借了。老公，我们不借了。从现在开始，谁都不求了，我们只能靠自己。我看着他，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到了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林律师说的对，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打赢这场官司，拿回我们的钱。而打赢官司的关键，就是找到这个叫李娟的女人。她的声音不大，却掷地有声，仿佛将我心中所有的迷茫和无力都驱散了。是啊，求人不如求己，与其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怜悯上，不如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我猛地站了起来。对，我们去找他。我和温月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重新燃起的斗志。我们没有再浪费1分钟时间，立刻打车前往李娟离职前登记的那个住址。那是一个老旧的城中村小区，环境脏乱，人员混杂。我们找到了那栋楼，房东是一个挺着啤酒肚的中年男人。他一听我们是来找李娟的，立刻一脸晦气。那个女人啊，早跑了，还欠我2个月房租没给呢。你们是她什么人？要替她还钱吗？我们解释了来意，房东的态度才缓和了一些，但他提供不了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他平时深居简出的，很少跟人来往，我哪知道他去哪了？我们不死心，又挨家挨户的去问了左右的邻居，得到的答案大多是不认识、没见过，别来烦我。希望一点一点的被消磨，眼看天就要彻底黑了。我和温月站在楼下，感到一阵茫然。偌大的荣城，找一个人真的就像大海捞针。就在我们准备放弃，明天再来的时候，一个老太太朝我们走了过来。小伙子，小姑娘，你们是来找那个叫李娟的姑娘的吧？是啊，阿姨，您认识她？认识谈不上，我就是看她一个小姑娘家家的，花钱倒挺大方，经常买些我看不懂的贵东西。我就是好奇，多嘴问过她一句，在哪发大财啊？她说她在银行上班。这些信息我们都知道，并没有什么用。我心里有些失望，但温月却很耐心地继续问：阿姨，那您知不知道她平时跟谁来往比较多，或者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朋友？老太太眯着眼睛想了想，朋友好像没见她带什么朋友回来过，不过她以前跟住在她对门的一个小姑娘，关系好像不错，2个人年纪差不多大，经常能看到他们一起出门。那个小姑娘叫什么来着？哦，我想起来了，叫张薇。张薇，我和温月的心同时提了起来。那您知道这个张薇现在在哪里吗？她也搬走好久了。我的心又沉了下去。不过我倒是听那个张薇说过一嘴，
他说他在城西那边一个叫梦莎的美容院上班。梦莎美容院这几个字像一道闪电，瞬间劈开了我们眼前的黑暗。我和温月激动地对视了一眼，我们终于找到了第一条线索。我和温月没有丝毫犹豫，立刻拦了一辆出租车去梦莎美容院。40分钟后，车子停在了梦莎美容院店门前。走吧，我们进去。我们推门而入，一个穿着职业套裙、画着精致妆容的前台小姐迎了上来。两位好，欢迎光临梦莎，请问有预约吗？她的笑容很职业，但眼神扫过我们身上朴素的衣着时，还是闪过了不易察觉的轻视。我们不办业务，我们来找人的。找人？前台小姐的眉头皱了起来。请问找谁？我们找一个叫张威的员工。听到这个名字，前台小姐的脸色微微变了一下。你们是他什么人？她的语气里带上了警惕。我们是他的朋友，他家里出了点急事，我们联系不上他，所以才找到这里来。这个借口是我们来之前就商量好的。前台小姐半信半疑地打量着我们。张威今天已经下班了。那你知道他住在哪里吗？或者有他的电话吗？不好意思，我们不能随便透露员工的私人信息。前台小姐的态度冰冷而公式化，我和温月的心都沉了下去。难道这条线索就要在这里断了吗？就在这时，一个听起来有些慵懒的女声从我们身后传来。找张威？你们找他干什么？我们回头，一个穿着同样制服但气质明显更高一筹的女人正饶有兴致地看着我，她的胸牌上写着店长丽丽，她的目光在我们身上来回扫视。看你们的样子，也不像是来找麻烦的。说吧，到底什么事？我看着她，决定实话实说。因为我知道，在这种人精面前，任何谎言都可能被轻易戳穿。我深吸一口气，把我们银行存款被盗的事情简洁地说了一遍。我说得很平静，没有刻意卖惨，但我和温月脸上的憔悴和绝望是最好的证明。听完我的话，店长丽丽沉默了，她脸上的玩味和慵懒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带着同情的表情。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也要拒绝我们的时候，她开口了：“张威这个月刚辞职了。”这个消息像一盆冷水从我们头顶浇下。辞职了？温月的声音都在发抖。不过他走之前倒是跟我聊过几句。他说他那个老乡李娟好像是摊上大事了，好像是跟一个男人有关。那个男人是个赌鬼，在外面欠了一大笔钱。李娟为了帮他还债，就做了傻事。后来那个男人好像把钱都卷跑了，自己躲了起来。李娟找不到他，自己也害怕，就躲了起来。丽丽说的这些话印证了我们的猜测，也让我们对李娟有了复杂的观感。她既是害我们的罪人，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可怜的受害者。那张威有没有说他要去哪里？这个他倒是没说，这是张威的手机号和他租房子的地址，他辞职的时候留下的。至于现在还能不能联系上，我就不知道了。我能帮你们的就这么多了。我抄下手机号码，手都在颤抖。这个号码承载着我们全部的希望。谢谢你，丽丽店长。不用谢我，我就是觉得你们两个挺不容易的。这世道，老实人总是被欺负，我就是看不惯而已。我和温月对着他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我们走出了美容院。我们立刻拨通了那个电话，电话响了很久。就在我们快要绝望的时候，电话接通了。喂，哪位？是张威。电话接通的那一瞬间，我和温月都激动得快要说不出话来。你好，请问是张威吗？是我，你们是谁？电话那头的声音充满了戒备。我们是李娟的朋友，我们找她有非常重要而且紧急的事情。李娟？张威的声音一下子变得尖锐起来。我不认识她，你们打错了。说完，他就要挂电话。等一下，我们知道他出事了，我们不是来找他麻烦的，我们是想帮他。电话那头沉默了，我能听到他急促的呼吸声，我知道他动摇了。张威，我知道你害怕，但是现在只有我们能帮他，也只有你能帮我们。我们被人偷了100多万，那是我们10年的血汗钱，而李娟是唯一的嫌疑人。我们只想拿回我们的钱，我们不想把事情闹大。你告诉我们他在哪里？电话那头传来了低低的啜泣声。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他1个月前就没跟我联系了，他只说他对不起我，让我以后忘了他这个人。我的心又沉了下去。那个男人呢？那个害了他的男人，你知道他是谁吗？那个男人呢？那个害了他的男人，你知道他是谁吗？我只知道他叫浩南，李娟跟我说，他所有的钱都被那个叫浩南的男人骗走了。他说要带他远走高飞，结果拿了钱就消失了。那个男人就是个魔鬼，他毁了李娟一辈子。浩南这个名字像烙印一样刻在了我的脑子里。你知道去哪里能找到他吗？我不知道，我只听李娟说过，那个浩南好像很喜欢去东街那边的一个叫兄弟的台球厅。兄弟台球厅，谢谢你，张威，谢谢你。挂断电话，我和温月对视一眼，我们的目标从李娟转移到了这个叫浩南的男人身上。我们没有丝毫停歇，再次打车直奔东街。很快，我们就找到了那家兄弟台球厅。我们一走进去，立刻就吸引了好几道不善的目光。干嘛的？找人啊！
我们找浩南。黄毛小子一听这个名字，眼睛转了转。南哥，你们找南哥什么事？他欠我们钱。黄毛小子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嗤笑一声：“就你也敢来找南哥要账？小子，我劝你别没事找事，赶紧滚蛋！”我没有动，我的目光越过他，扫视着整个台球厅。在最里面的一个角落里，我看到了一个男人，他正和几个人围在一起玩着梭哈。他面前的桌子上堆着一小堆100元大钞，他的一张牌可能就是我们夫妻俩在工地上1个月的血汗。我的目光瞬间变得冰冷，虽然我没见过他，但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他就是浩南。我推开挡在面前的黄毛，径直朝着那个角落走去。温月紧紧地跟在我身后，手心全是汗。喂，你他妈找死啊！我的脚步吸引了那桌人的注意，那个男子抬起头，眯着眼睛看向我，眼神里充满了被打扰的不耐和狠厉。你谁呀？我的目光死死地盯着他。你就是浩南？他愣了一下，随即咧嘴一笑。是老子，怎么了？你找我有事？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只是一推，将桌上的牌给推乱了。操！你他妈的是不是活腻了？我看着他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一字一句的开口：“李娟的钱是不是你拿了？”听到李娟这2个字，浩南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虽然只是一瞬间的变化，但我捕捉到了他眼中的那慌乱，证实了我的猜测。什么李娟、王娟的，老子不认识。他很快就恢复了镇定，眼神变得更加凶狠。小子，你他妈到底是来干嘛的？再不说清楚，老子今天就让你躺着出去。哼，不认识一个能为你从银行里偷走110万的女人，你说你不认识？我的声音不大，但在这嘈杂的台球厅里，却清晰地传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110万，这个数字像一颗炸弹，在人群中炸开。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看向浩南的眼神瞬间就变了。浩南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他知道我这句话给他惹上了天大的麻烦。在他们这个圈子里，最怕的就是露富。一旦被人知道他身上有100多万，以后他就别想有安生日子了。你他妈血口喷人！那笔钱你1分都没拿到吧？整个台球厅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愣住了。浩南的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的震惊，他看着我，就像在看一个魔鬼。你怎么知道？他下意识地问出了口，问完他就后悔了，但这已经足够了。他承认了，我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我不仅知道你没拿到钱，我还知道整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圈套，一个针对李娟也针对你的圈套，而设下这个圈套的人就是银行那个叫王芳的经理。我说出王芳这个名字的时候，浩南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某个人的极度恐惧。这下轮到我震惊了。我本来只是根据所有的线索进行的一个大胆的猜测和诈唬，我赌的就是一个普通的银行柜员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胆子和能力，悄无声息地转走100多万。他的背后一定有银行高层在指使，而王芳那事不关己，甚至急于撇清关系的态度，就是最大的疑点。可我没想到，我竟然赌对了。浩南的反应证实了我所有的猜测。你到底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和李娟都只是别人的棋子。王芳利用你的赌债逼你去骗李娟，再利用李娟的职务之便把我们储户的钱转走。事成之后，他再把你们2个像垃圾一样踢开，自己独吞那100多万，而你们一个成了携款私逃的通缉犯，一个成了被黑白2道追杀的倒霉鬼。我说的对不对？我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浩南的心脏上。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他扑通一声瘫坐在了地上，眼神涣散，嘴里喃喃自语：“是他，都是他。他答应过我，事成之后给我20万，结果他1分钱都没给我，还找人来威胁我，让我永远闭嘴。他说我要是敢乱说1个字，就让我沉到岷江里去喂鱼。”所有人都被这惊天的内幕震得说不出话来，温月更是用手捂住了嘴，眼中充满了震惊和后怕。我们一直以为的敌人只是一个叫李娟的银行内鬼，却没想到真正的幕后黑手竟然是那个看起来道貌岸然的银行行长。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利用职务之便监守自盗的完美犯罪。我蹲下身看着已经失魂落魄的浩南，告诉我李娟现在在哪里？我不知道，王芳把她带走了，我也不知道带去了哪里。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城郊的一个废弃仓库里，王芳逼着她签了很多文件，然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她了。废弃仓库，我的心猛地一紧，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脑海里闪：李娟不会已经被灭口了吧？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唯一的证人就没了。这场官司我们将会变得无比被动。那个仓库在什么位置？浩南眼神呆滞，报出了一个地址。我立刻站起身，拉起温月的手，我们走。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几个穿着黑色西装、戴着墨镜的彪形大汉堵住了唯一的出口。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几个穿着黑色西装、戴着墨镜的彪形大汉堵住了唯一的出口。为首的一个，他的目光像毒蛇一样在台球厅里扫视了一圈，最后落在了瘫坐在地上的浩南和我的身上。王经理让我们来带句话，知道太多的人一般都活不长。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王芳的人，他们竟然来得这么快。温月的手紧紧地抓着我的胳膊，我能感觉到他在剧烈的颤抖。浩南更是瘫在地上，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他的脸上写满了绝望和恐惧。王经理，
他真的要杀我灭口？他嘴唇哆嗦着，喃喃自语。我心里也是一片冰冷，我还是低估了王芳的狠毒和果决。我们前脚刚从浩南嘴里套出真相，他后脚派来的杀手就到了，这说明他很可能一直派人盯着浩南。我们今天的行动完全在他的监控之下。小子，是你自己说的太多了。本来我们只打算请南哥去喝杯茶，现在看来你也要跟我们走一趟了。两个大汉立刻朝着我们逼近过来，我把温月和浩南都护在了身后，我的大脑在飞速的运转，硬拼肯定不行。就在这时，我的目光落在了墙角的一个红色铁箱子上，消防箱。我的心里瞬间有了一个无比疯狂也无比冒险的计划。那两个大汉已经走到了我们面前，就在这时，跑！我朝着两个大汉中间冲了过去。我朝着两个大汉中间冲了过去。我冲到消防箱前，一把抓住了那只红色的干粉灭火器，按下了压把，白色的干粉像火山爆发一样，瞬间喷涌而出。我操，什么东西？我的眼睛！所有人的视线都被这浓密的白色烟雾所阻挡。我趁机拉着浩南和皓月冲了出去，身后是杂乱的脚步声和叫骂声。我们不敢回头，我们像三只亡命的羔羊，一头扎进了这片由无数条小巷组成的黑暗的迷宫里。我们只有一个念头：跑，不停地跑。不行了，我真的不行了，你们别管我了，让我自生自灭吧。我看着他这副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气不打一处来。你现在死了，就什么都完了。王芳不会放过你，叔叔会通缉你，你这辈子都别想翻身。只有活着指证王芳，你才有戴罪立功、重新做人的机会。你他妈想不想活命？也许是我的话刺激到了他，也许是求生的本能战胜了恐惧。浩南的眼中终于恢复了神采，他咬着牙点了点头，继续往前跑去。不知跑了多久，身后的追赶声终于渐渐消失了。我们现在怎么办？王芳在荣城经营多年，势力盘根错节，只要我们还在这个城市，被他找到只是时间问题。我们不能躲，我们唯一的生路就是反击，而且要用最快最狠的方式，打蛇打七寸。后南那个仓库在什么地方？浩南愣了一下，你们要去那里？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那个地方是魔窟，王芳那个贱人肯定在那里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我们自投罗网。没错，越是危险的地方，现在对我们来说就越安全。王芳现在肯定以为我们吓破了胆，正在像老鼠一样到处躲藏。他绝对想不到我们敢杀一个回马枪，直接去他的老巢。我们要赶在他销毁所有证据之前，找到能把他一击致命的东西。我的话让温月和浩南都愣住了，他们都用一种看疯子一样的眼神看着我。江河，你是不是疯了？这太危险了。温月，相信我，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告诉我地址。浩南被我的气势镇住，他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颤抖着报出了一个位于城郊的地址。我立刻拿出手机，在地图上找到了那个位置，非常偏僻，周围几十里都是荒地，确实是一个嘎人的绝佳地点。我没有再犹豫，拨通了林若清的电话。江河，你们在哪儿？我听说你们出事了。林若清的声音第一次带上了急切，看来他也有自己的消息渠道。林律师，长话短说，我们没事，暂时安全了。幕后黑手就是王芳，我们现在拿到了一个关键证人，也知道了一个可能是犯罪现场的地方，我们正准备过去。我把仓库的地址告诉了他。电话那头的林若清沉默了几秒钟。江河，我必须提醒你，你现在的行为非常危险，但是我也知道这是你们目前最好的选择。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打开你手机的实时位置共享，我会一直盯着。记住，你们的首要任务是寻找证据，而不是和任何人发生冲突。我已经启动了紧急预案，正在联系警方高层。但是在我的人赶到之前，你们一切都要靠自己，保护好自己，也保护好那个证人。活下来，我们才能赢。挂断电话，我感觉心里多了底气。我知道我们不是在孤军奋战，在城市的另一端，有一位顶级的律师正在为我们调动所有的资源。我们拦下了一辆路过的出租车，朝着目的地疾驰而去。半个多小时后，我们下了车，就是那里，3号仓库。我点了点头，走，进去看看。我们深一脚浅一脚，朝着那个仓库走去。在哪个位置？就在那里。王芳把李娟带到那里，逼她签了很多文件。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慢慢的走了过去。我仔细的看着那片区域，地面上有很多杂乱的脚印，还有一些被撕碎的纸张碎片。我蹲下身，捡起几片，上面是打印的字，依稀能辨认出贷款、抵押、自愿等字样。看来这就是王芳用来栽赃李娟、做平账目的假合同。我们继续搜索着，这里有东西。温月突然叫了一声，我们赶紧凑了过去，仔细一看，是一枚普通的珍珠耳钉，款式很普通，但做工还算精致。是李娟的，我见过她戴这个，这是她过生日的时候自己买的，她特别喜欢。我的心猛地一沉，找到了属于李娟的东西，这说明浩南点没说谎，但也说明李娟在这里很可能遭遇了不测。再找找，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发现。我们3个人像是寻宝一样，开始在那一堆废弃物周围仔细的搜寻起来。我们发现有一道清晰的拖拽痕迹，边上还有一只空的注射器，针头还在上面闪着寒光。耳钉、血迹、拖痕、注射器，所有的线索
都指向了一个无比可怕的真相：李娟在这里被王芳注射了不明药物，导致她受伤流血，最后被强行拖走，不知去向。她凶多吉少了。我们找到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犯罪现场，而是一个凶杀案的第一现场。我感觉一股寒意从脚底瞬间窜到了天灵盖。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金融罪犯，而是一个心狠手辣、草菅人命的杀人魔。就在我们被这个发现震惊的说不出话的时候，王芳他回来销毁最后的证据，我们3个人全都愣在原地。江河，江先生，我真该夸奖你，还是该说你愚蠢呢？我本以为你们会像老鼠一样躲在城市的某个下水道里瑟瑟发抖，却没想到你们竟然有胆子跑到我的地盘上来。是该说你勇敢呢，还是该说你急着来送死呢？是该说你勇敢呢，还是该说你急着来送死呢？他的声音很轻很柔，却带着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惨。浩南已经吓得瘫软在地，裤裆里传来一阵骚臭，他竟然直接吓尿了。温月紧紧地抓着我的衣服，身体抖得不成样子，但他没有哭，只是用一种充满恨意的眼神死死地瞪着王芳。王芳，你以为你赢定了吗？我的律师已经报警了，警察现在就在来这里的路上，你现在自首还能争取宽大处理。报警？江河，你是不是太天真了？你以为我既然赶回来，会不做任何准备吗？实话告诉你，从东街到这里的所有路口都已经被我的人不小心用工程车堵住了。你的警察朋友没有2个小时根本到不了这里，而2个小时足够我把你们3个连同这个仓库里所有的痕迹都从这个世界上抹得干干净净。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我还是低估了这个女人的缜密和歹毒。她不仅仅是一个贪婪的罪犯，更是一个心思缜密、算无一策的魔鬼。为什么我们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这么害我们？那是110万啊，是我们10年的血汗钱。为什么？王芳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扭曲的、近乎疯狂的狰狞。就因为你们这些穷鬼活得像蝼蚁一样，却偏偏能攒下这么多钱，而我呢？我堂堂一个支行行长，年薪100万，却要为了我那个不成器的儿子，在国外欠下的巨额赌债，愁得夜夜睡不着觉。凭什么？他歇斯底里地嘶吼起来。凭什么你们这些臭虫可以安安稳稳地盖房子过好日子，而我却要为了填补窟窿低声下气地去求那些看不起我的男人？我不甘心，所以我看到了你的账户江河110万，一笔多么完美的数字，它就像是上帝专门为我准备的礼物。至于那个叫李娟的蠢女人，还有这个叫浩南的烂赌鬼，他们都只是我计划里最微不足道的棋子而已。还有你江河，你本来也可以像其他的受害者一样哭天抢地一阵子，然后自认倒霉，可你偏偏要反抗，偏偏要去请什么狗屁律师，偏偏要去查东查西，是你自己一步一步把自己逼上了绝路，是你自己亲手敲响了地狱的大门。他说完不再看我们，处理干净点，尤其是他，我要他死得最痛苦。放心吧，王经理，保证让他连骨头渣都剩不下。他们举着手里的凶器，一步一步朝我们逼近，死亡的阴影像一张巨大的网，将我们牢牢地笼罩。我将温月紧紧地护在身后，握紧了手里的灭火器。我知道今天我们可能真的要死在这里了，但我就是死也要从他们身上咬下一块肉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阵尖锐的警笛声猛地响彻了整个废弃的钢铁厂。那声音是如此的嘹亮，如此的振奋人心。仓库里所有的人都愣住了。王芳那张因为胜券在握而显得扭曲的脸瞬间凝固了，他的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置信的震惊和恐慌。怎么可能？他们怎么可能来得这么快？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立刻放下武器，双手抱头，走出来投降。王芳的心理防线在这一刻彻底崩溃了，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没有血色。他知道他完了，他精心策划的一切，他以为万无一失的陷阱，在这正义的警笛声中被冲击得支离破碎。我不能输！他的眼中闪过最后疯狂的决绝，他猛地转身，冲到那辆黑色轿车旁，拉开了后备箱。后备箱里竟装着一个本女，正是李娟。她虽然处于昏迷状态，但胸口还有微弱的起伏。王芳从身上摸出一把锋利的匕首，抵在了李娟的脖子上。都别过来！谁敢再靠近一步，我立刻杀了他！王芳，你已经走投无路了，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放下武器，争取宽大处理。你手里的人质是你的前同事，也是你这起案件的关键证人，你杀了他就是罪加一等，必死无疑。闭嘴！我不好过，你们谁也别想好过！闭嘴！我不好过，你们谁也别想好过！给我准备1辆车，加满油，再给我准备500万现金，否则我就跟他同归于尽。他手里的匕首又用力了几分，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那个一直躲在角落里几乎被人遗忘的浩南突然动了，然后他从地上爬起来，用尽全身的力气猛地撞了过去。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吸引了王芳0.1秒的注意力，就是这0.1秒，一道红点已经悄无声息地落在了他握着匕首的手腕上。下一步，几名特警队员瞬间冲了上去，将他死死地按在了地上。那些打手
也瞬间被全部制服。危机解除，我看着眼前这如同电影般的一幕，紧绷的神经终于松懈了下来，眼前一黑，我彻底失去了知觉。我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当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躺在一张雪白的病床上。你醒了？旁边的温月，她的眼睛又红又肿，脸上写满了疲惫，但眼神里却充满了失而复得的喜悦。我这是在哪？在医院，医生说你后背的伤是软组织严重挫伤，没有伤到骨头，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王芳呢？结果怎么样了？温月看着我，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都结束了，江河，一切都结束了。他告诉我，在我昏迷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王芳和他所有的手下都被当场抓获。面对铁证，王芳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将所有的罪行都和盘托出。他不仅仅是职务侵占，还涉嫌绑架、故意伤害以及杀人未遂。等待他的将是法律最严厉的制裁。李娟被及时救下，送到了医院。虽然因为被注射了大量的镇定剂而身体虚弱，但没有生命危险。她醒来后也作为污点证人，指证了王芳所有的罪行。而浩南因为在最后关头有协助警方的立功表现，也得到了从轻处理的机会。那110万我们被盗走的血汗钱，银行方面已经启动了紧急赔付程序。林若清说，最快3天之内，钱就会一分不少的回到我们的账上。不仅如此，银行因为这次恶劣的内部监管事故，导致声誉严重受损，还要额外支付给我们一笔精神损失赔偿金。我静静地听着，心里五味杂陈。短短几天时间，我们的人生就像是坐上了一辆失控的过山车，从云端跌入谷底，又从地狱重返人间。这一切都像是一场不真实的梦。林律师呢？他刚走，他帮你垫付了所有的医药费，还说等我们出院了要请我们吃饭。他说我们这个案子是他律师生涯里打得最惊险也最漂亮的一场仗。我笑了，我们赢了。我们这两个在别人眼里最卑微、最不起眼的蚂蚁，最终扳倒了那头看似不可战胜的大象。